大家好，因为今天风真的是太大，所以我把东西拆进来。然后我前2天一直谈到说冷车 no go 的问题，因为我是在房间拍，然后很乱，因为我房间很小，以前住的那边东西都过来塞不完，所以很乱。所以拿个纸箱当个背景，不要介意。大家好，其实我刚刚已经拍了一片关于冷车 no go 的问题，因为我刚刚拔起来的时候，我有发现我的油针，有看过前几片影片的朋友应该知道，我的油针除了断掉的那一根以外，我另外一个油针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根部磨损，它变成说它有磨损，所以进气量会改变，有可能会改变。但是我在那边想了很久，它油针上面那个塞子，它本身就有一个 O-ring， 然后我拿手电筒照了那个油针座里面，它除了另外一个预留孔以外，那个塞子如果塞进去的话，它应该就算你没装油针，应该也不会改变它的流量才对。所以我就想，那为什么冷车会 no go？ 我的负压膜没破，油针磨损的话，反正意思基本上就是说，你就算油针的根部磨损，它也不会去改变太多你的负压的增加或减少。所以以这个论点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排除掉说油针根部的磨损会导致负压的改变，也就是不会造成 no go 的问题。那为什么会突然 no go 嘞？我回想了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我最近拍的进站的整理影片，比较夸张的除了火星塞头烧不见，油针断掉以外，再来就是那个积碳的问题。因为说实在话啦，以正常来讲，会积碳最大的主因就是供油过浓，燃烧不完全。那为什么我最早的时候我有提到，我这台进站是买一个女性朋友的，然后她也是买二手车，然后据我所知，她买来的时候状况就已经很糟了，然后女孩子什么不懂，就只知道骑，然后回去保养。然后我接手的时候，我发现它的机油油尺拔起来的时候，你直接看它的油面就已经满到那个机油油尺的那个螺丝那边了。然后它的混合比是，我没记错的话，刚出来的时候混合比圈数是3圈多。然后我刚刚就一直在想，我已经修正掉那些问题以后，有可能积碳是那时候造成的，所以我上一次发生了积碳掉落卡在气门的事情，然后也好险有排除掉。然后我现在的问题是，冷车为什么会突然 no go？ 因为我上一篇好像有提到，进站原厂的混合比圈数是1/8圈嘛，那基本上就是2圈，我们以2圈为基准好了，应该差不了那个1/8圈啦，因为已经很小的刻度。当然啦，你如果是老车的话，可能1/8圈它所影响的油量就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因为机件的磨损它会造成它的误差值越来越大。所以基于这个论点，我一直觉得说，如果原厂新的化油器它是1/8圈的话，那为什么我会转到这么多圈呢？所以我在想，如果加上刚刚我说的零件磨损，一定是误差值会越来越大。那有可能你可能要调的更小一点点，才会符合混合比嘛。混合比好像是1:12还1:14啊，我忘记了。
所以我刚刚油针弄完以后，我上车还是会挠够，我就想它应该不是油针的问题，所以我才会衍生出我刚刚说油针塞子的那个问题。那如果说是自动主风门的话，也不可能啊，因为我现在的状况是，它只会发生在冷车的时候，只要车热了，什么状况都 OK。那如果基于这个论点的话，除非是零件有问题，但是零件有问题不可能冷车会热车不会啊。我本来有考虑到气门间隙，因为气门间隙就很容易因为冷车热车，因为热胀冷缩嘛。只有气门间隙跟活塞环这种东西会因为温度影响造成热胀冷缩。那我刚刚想了很久，如果它原厂，我以这个化油器为解释好了。如果以原厂2圈的话，照理来说，我把怠速螺丝我整个转到最松的话，当然啦，这可能有点偏向于我的偏见，所以目前讲只是我的感觉啦，所以朋友们有真的知道原理的，可能也麻烦你们补充一下。像我本来是想要讲主风门啊，因为目前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就是他只跟你们说有没有过电，然后或者说把它拔起来看过电以后，它那个主风门油针会不会伸长？因为最主要是电线进去以后，它这边有一个加热片会去推动，里面有一个铜制的一个类似那个里面应该是有一个油槽，推动里面的油槽热胀冷缩以后，它油膨胀，把油针往下顶。然后当你熄火以后，这边不再加热以后，自动主风门这个座里面，它有一根弹簧会往回顶，把那个铜的那个油槽针往回顶回去，然后自动主风门油路就又再度打开，应付下一次的嘛。我刚才本来是想要拍这个，因为我也认为我那车可能是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了一下，如果就算是这个出问题的话，也是那个我说那个铜制油针那一个油槽里面的油可能它的反应比较慢，变成说你要热车很久，它油针才会往下堵住，才会变成说热车完成。所以我的冷车变成要冷很久，但是你就算冷很久也不可能会挠够啊，因为我调到这么小的话，要么就是我冷车不会挠够，但是热车变稀薄燃烧，要么就变成说我挠够，冷车挠够，然后热车以后就真的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状况。但是我刚刚调了很久，我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在调混合比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有问题，因为网络上的教学就是教说你车热了之后将混合比锁到底，退出来1圈或1圈半以后，然后去把你的怠速螺丝把你的怠速调得比正常怠速高个300转500转，因为每台车的基本怠速好像转速不太一样，所以当然我也是基于这个理论下去做调整，但是我就是怎么调，我先讲教学好了。网络就是教学就是说车热了之后把混合比锁到底，你车热以后熄火嘛，熄火以后把混合比锁到底，混合比螺丝锁到底，然后转出来1圈或1圈半，基本上都是转出来1圈半以后，发动，把怠速调到比正常的怠速高个300转500转，再来调整混合比螺丝，混合比螺丝就慢慢的放松，
譬如说可能你放松个1/4圈为间距，或者说放松个半圈为间距，去观察你的怠速会不会上升。因为你的混合比正确的话，你会导致燃烧完全，然后转速就会提高，那个爆炸的效率会更好，所以怠速会上升。怠速上升之后，你就是把怠速螺丝再往回调到我们刚刚设定的1300或1500转，然后再继续去调整，以此类推。这是网络上教学，然后调到你混合比螺丝再放，它怠速都不会上升，甚至会下降的时候，那你当初的那个位置就是最佳的混合比螺丝的最佳的位置，也就是你的混合比是最佳状况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就再把你的怠速螺丝调回来原厂的1000转。刚刚我们假设是原厂设定是1000转，就再调回来。网络上都是这样教。当然啦，你有那个资源，有那个门路的话，你上机器去测，你测出来的，但是你怠速除了喷射车以外，你怠速跟加速的时候，那个混合比一定会变动的，一定会很大，所以才会导致现在都是喷射车嘛。喷射的就是它可以控制的很精准，所以基于这个理论之下，我就想，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其实我当初一直误会这个意思，所以导致我从头到尾我在调整混合比的时候都是错误的，但是错误值没有很大啦，然后只是因为车子老了以后变化更大，所以我刚回到我把油针转回去我进站的时候，我还是一样再重申一遍，因为外面风真的太大，我没办法在车旁边一面拆一面跟各位讲解，所以我就是直接把东西拆进来。然后我刚刚就在想，如果原厂设定值是2圈的话，以进站为例啊，它的混合比螺丝是1/8，我们暂且定为2圈的话，那为什么我调到2/2圈多的时候，怠速还会上升？我甚至调到将近3圈，它怠速还是会上升。那时候我就想，那是不是如果混合比正确的话，会导致怠速转速上升的话？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一点，我刚刚就是因为我车发热了嘛，我很确定就是热了，因为我的 no go 状况都没有的，都不见了，就是车热了，标准的热了。好，然后这时候我就把混合比螺丝锁到底，然后往回放松，逆时针转到原厂规定的1/8圈。其实我是转2圈因为7%真的很难拿捏，我就转2圈出来以后，发动一触即发，也不会 no go， 也没有爆震的嘎嘎嘎的声音，我怎么试就是都没有。然后它的怠速也没有变低，因为我混合比螺丝我从2圈半转回来2圈，其实它那个油量应该是改变是有差距的。然后我就想，我混合比螺丝转回来这么多，为什么怠速也没有变，什么状况都没有啊？那代表了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刚刚讲积碳的问题，以前的积碳都是因为混合比过高，燃烧不完全造成那些积碳，然后加上可能我骑车比较快，所以积碳掉落的几率比较大，然后那一次就是掉的太大块，搞到塞住气门。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那如果我把怠速螺丝转速降低或怎么样，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怠速螺丝我转了很多圈出来以后，它怠速都不会掉。然后我就把马桶拆掉，我直接看这个，看它的间隙。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刚刚就是一样的代数，但是我代数是已经转了很多圈以后，它的代数才往下掉。那这么多圈，你的节气门开度一定是很大啊。那开度这么大的话，没有稀薄燃烧，代数也没有增高，那代表什么意义？像我上一篇有讲到，混合比螺丝在这一边的话，在靠近缸头这一边的话，它控制的是油量，控制的是油出去的量，然后进气的量是由这边来控制，由节气门来控制。那我刚刚在转松的时候，我转了这么多圈，代数都没有降低，直到代数螺丝脱离了这块控制片以后，它代数才降到比较低，但是都没有熄火。然后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空窗期呢？然后我就想说加一下油门好了，因为反正它不会熄火嘛。我代数螺丝整个放掉以后，它不会熄火，反而会放屁。排气管你会听到有放炮的声音，就啪啪，就供油过浓的声音。我想，我代数螺丝放到底，我改变的是空气量。那既然空气量变小的话，因为它不可能整个没空气嘛，因为如果整个没空气的话，它一定会熄火。所以那时候我想说，会不会是因为我的代数螺丝的问题？懂我讲的意思吗？以前我都是调到2/2圈多一点，然后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整个是供油过浓，所以变成说我的代数螺丝要锁到很下去，代数才燃烧混合比才会达到正常，然后所呈现的代数才是正常的代数。然后基于这个论点下，我刚刚就是我有讲嘛，我先把螺丝转回去2圈，就原厂的设定值以后，我把代数螺丝整个退掉，它不会熄火，然后加油门反而呈现放炮的感觉。基本上会放炮就是供油过浓，然后会供油过浓的话，这时候我就是先退回1圈半，就是混合比螺丝退回1圈半以后，我先把代数螺丝整个退掉，就是让它不会去控制节气门，就像这样子，就没有碰到嘛，这样应该看得到，没有碰到，那就表示我的节气门是全关的状态下，我把混合比螺丝锁到底，退出来1圈半以后发动，不好发，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是先把节气门代数螺丝锁回去一点点，有碰到以后再锁一点点下去，你只要看到这一块有动，我就停住了，然后这时候发动，稍微补一下油门发动，它起来了，而且不会熄火。在这个基准点下，我先把代数螺丝调到比正常，因为一代进站没有转速表嘛，只能用听的，就是调到比正常代数高一点点。记得哦，我现在是1圈半了，混合比是1圈半，然后代数螺丝是刚碰到一点点的时候，我去发车，发动以后，我再来把代数螺丝锁进去，而且我只锁了一点点，那个你会觉得你在调代数螺丝的时候，它变得很敏感，你转了一点点，它代数马上就上来了。这个感觉就是你的混合比都在接近，你要么就是稀薄燃烧，要么就是接近正常的状况下的混合比。然后在这个状况下，我去调我的混合比螺丝，我就是慢慢调到2圈的时候，代数上，我只要调一点点，其实代数就稍微再上升了。它稍微上升以后，
我先不管它，我继续调，调到将近2圈的时候，怠速有很明显的起来一点点，而且你排气管声音变得比较饱满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怠速上升嘛，我又把怠速螺丝往回退了一点点，退回来我刚刚设定的比原厂高一点点的那个感觉，然后继续调。我调到2又1/4圈的时候，怠速没有感觉起来怠速没有明显的增高，但是你会觉得排气管的声音更饱了一点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是怠速螺丝不动，我继续混合比螺丝往外调。当我调到2又1/2圈的时候，就是2圈半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它一点改变都没有，排气管声音没有变，怠速没有变，就你会觉得调这个半圈基本上是多调的。那我就是往回调嘛，我就是把它锁回去，锁到2又1/4圈，多一点点，真的就是多一点点，就比如说这样子，就这样多一点点而已。然后这时候我把怠速螺丝，我观察怠速螺丝，我只要把怠速螺丝转动一点点，它整个就脱离掉了，其实变成说，我的怠速螺丝当初在刚刚我只控制了节气门一点点的进气量，就可以造成怠速的变动很大。我这样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刚刚我有讲到，我的怠速螺丝是全部脱离的状况下，这边它根本怠速螺丝没有去控制到这一片，所以我刚刚在锁的时候，就是当我的怠速螺丝开始控制节气门的时候，我动了一点点，它的转速就明显上升一点点，我动一点点它就上升一点点，不像我刚刚一开头所讲的，我的怠速螺丝退了好多圈以后，怠速都不会往下掉。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那网络上的讲法是我误会他的意思了，还是怎么了？还是其实调化油器并不是像网络上讲的那样，这个我不清楚。只是我现在要表达的就是，我目前的调整方式可能，我以后可能我这段时间我会先试骑，然后我先讲我刚刚调整完以后，我整个调整完以后我试骑，我有发现我的油门反应变很好。当然了，我之前热车的时候状况也没有我感觉油门反应也没有现在好。我之前车热了以后我再骑，车很好，其实没有错，但是前段加速都有点笨笨的感觉，就变成你油门下去，车要过一会才有反应。因为化油器车跟喷射车最大的差异就是喷射车的反应都很快，因为它的供油都很准。然后我刚刚调整完以后，我出去试骑，我就发现我整个油门反应变得很好，比之前好很多。然后整个加速过程都不错。那骑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决定，我可能化油器油针那一篇，我可能会只剪一点点片段出来，然后后面可能就是直接就是讲化油器的这个问题。调整上的这个问题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认识那种比较专业的机车行，而且我觉得啦，一般人你去机车行说你要请他慢慢调整车，用机器调整的话，第一，他如果不收费，他可能心不甘情不愿；第二，他收费的，我们又会觉得我只是调个化油器，我只是一般代步，我何必多花这笔钱呢？所以我觉得化油器在调整上有可能观念上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网络上教学他讲的是对的，但是给我的理解却变得说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就反正就是我现在的调整方式，我这一阵子试骑看看。
如果状况都很 OK 的话，我可能以后就比较偏向于说我先这样调整。我重新说一遍，我现在的调整方式就是，我先把怠速螺丝当热车了以后，确定自动主风门它作动完成以后，熄火，把怠速螺丝锁到底，我顺时针锁，轻轻的锁到底以后，退出来1圈半，基本上好像50、100，没有，好像 Vino 好像只有半圈多一点吧，这我不是很确定，我忘记了，太多车。所以我现在的方式就是以进站为例，可能以125cc 为例都可以啦，就是车热了之后，电的自动主风门完成作动以后，熄火，把怠速螺丝锁到底，轻轻锁到底，退出来1圈或1圈半以后，把车发动。发动完以后，先试着把怠速螺丝整个退掉，怠速螺丝整个退掉，让它不要去控制这一片，让它不要去压到这一片，就是让整个节气门是关闭的状态下。如果你退到底，它就熄火，那就表示你的供油太饱，稀薄燃烧，因为你怠速螺丝退掉，节气门关闭的时候，它的空气变少，你的燃料变少的状况下，就是直接熄火，这个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变成说，你如果怠速螺丝退掉，它直接熄火，就表示你的1圈半是太小，你再继续逆时针往外转，可能先转个半圈，然后回到2圈以后，然后再发动，可能要补点油门啊，因为你没有任何的那个进气嘛。但是基本上说实在话，节气门这些东西它不是完全真正的关闭，它还是有，譬如说有旁通气道啊，或者说有一些辅助气道。CVK 有另外一颗，它这边会有一个辅助气道，当你节气门关闭的时候，它会从这边再吸气过去。所以说，我建议了我的方式啦，就是我会把怠速螺丝全部退掉以后，调整到你补油门以后，它怠速很慢，但是不会熄火的状态下，听清楚哦，是节气门螺丝全部退掉以后，稍微调整到你补油门发动，它发得动，然后怠速很低，但是不会熄火的状态下，这个时候开始去调你的怠速螺丝。如果你发现你的怠速螺丝只要压到节气门控制杆这边，只要压到一点点，怠速就很明显上升，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就是你的混合比在不错的状态下。我这样讲会不会很复杂啊？因为我刚刚就是这样调，所以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其实我现在我的怠速就正常，但是我的怠速螺丝我就碰到节气门控制杆这边，我就让它开一点点，我的怠速就很明显就直接上升，不会像之前我要可能转个2圈3圈，怠速才会起来。如果你的车，你去观察你的怠速螺丝，你要退很多圈，怠速才往下掉，那很有可能都是混合比过高。因为你混合比过高的话，你空气减少，它还是会闷烧。其实稀薄燃烧是你只要一没有油，它马上就熄火，因为没东西可以烧。但是供油过浓，它是变成说油过浓，但是它烧得起来，只是它会导致燃烧不完全。所以我刚刚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想到说，但会不会是其实我的调整方式都是错误的，然后我的供油过浓，我目前
我目前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现在只调到1/24圈，多一点点，因为我也是怕会烧那个裂钢头啊，过气波燃烧裂钢头，我也是会怕这个问题。然后我现在就因为原厂是2圈，那表示我基本上我听过裂钢头的都是印钞，或者说基本上好像都是气波燃烧引起的啦。所以那既然我现在是供油过浓，我调整回来以后，我就比原厂再多一点点，因为像我刚刚讲的磨损的问题，它只会误差会越来越大，它不会误差越来越小。像油刀这种东西，你调整久了，你可能2圈，假设原厂的混合比2圈，它是供应10cc 的油。那当我们调整久了，当然除非是油道阻塞，才有可能变成说你2圈它油会减少。但是我上一篇洗过了，所以讲得好乱，我回去大家如果是过浓的话，你吹油门应该会有感觉的，因为你节气门螺丝，如果你锁下去锁得太多，当你节气门的开度够大的时候，它就会影响负压膜，就有可能导致这一片在做动，里面的这一块在做动。所以反正这是我目前的感觉啦。说实在话，我从开始会骑摩托车以来，2T 除外，2T 不是这样调整的，2行程啊。然后以前的重机四缸化油器，那个也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调整的，那个都要请老师傅要用辅助工具去调整。所以就变成说，以后面我骑的4行程车，我第一台4行程车就是高手嘛，以前都是骑Dio，高手，再来就是这台进站。所以其实4行程的摩托车，单缸摩托车啦，就一般的重型机车，我的经验没有很多。那调整化油器这个东西，我也是大家不懂都是看网络教学，久了以后就发现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当然也希望如果有认识的朋友懂的人能够帮忙解惑一下。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滤网这边非常脏，像这个都要记得清，这个在化油器的汽油管里面都有没有？这边是堵，这边很明显黑了一块。好啦，今天这个化油器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解惑。好了，然后后续的，我现在调整就是现在这个方式，然后后续的有机会再跟各位报告。好，谢谢各位，拜拜。